如果你最近打开任何一个财经 APP， 刷到的全是英伟达再创新高、纳斯达克突破历史记录、AI 概念股集体狂欢的消息，你身边一定有人在说，现在不买 AI 股就是错过下一个10年。你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后悔，为什么没有在年初就重仓英伟达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的信号，它正在悄悄改写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。当所有人都盯着股市的涨幅时，真正决定你钱包厚度的那个地方已经发出了红色警报。这个信号不显眼，甚至很多财经博主都不会提，但它一旦引爆，带来的冲击会比任何一次股市回调都要猛烈。所以这期视频，我们把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信号拆开，看看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风险，以及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里，普通人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本金，把这些逻辑理清楚。再看现在的市场，你就不会只被情绪推着走。欢迎来到逻辑冷静，我是小罗。这里不追热点喊单，只用产业数据、财报线索和资本市场的真实动向，拆解全球金融与科技产业链的底层逻辑。2007年8月9日，法国巴黎银行突然宣布冻结3只次贷基金，理由是无法准确评估资产价值。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小插曲，股市还在继续上涨，媒体还在讨论房价会涨多久，投行还在兜售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。但仅仅1年之后，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，雷曼兄弟破产，无数人血本无归，全球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。而2026年5月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 5%， 这个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指标，走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。但你去看现在的市场，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，大家还在讨论英伟达的下一个财报 AI Agent 的下一个应用，纳斯达克还能涨多少？这种歌舞升平的假象和2007年夏天几乎一模一样。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，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不就是一个债券的收益率吗？跟我买的股票、我的房贷、我的存款有什么关系？我先给你打个比方。如果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比作一座摩天大楼，那么股市只是楼上的商铺和写字楼，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人来人往。但真正支撑整座大楼的是地下的地基，也就是债市。而国债收益率就是地基里的钢筋，钢筋的强度决定了整座大楼能建多高，能撑多久。如果钢筋开始生锈断裂，那么不管楼上的商铺装修的多么豪华，最终都会跟着一起倒塌。我见过太多人一辈子只盯着股市的 K 线图，却从来不知道债市才是真正的风向标。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金融危机来临，散户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地基的情况。他们以为股市涨了就是经济好，股市跌了就是经济差，但实际上债市才是那个提前半年甚至1年发出预警信号的地方。现在不只是美国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在疯狂上涨。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 5.8%， 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升到了 4%， 德国法国的国债收益率同样创下了近20年的新高，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，而是全球债市的系统性崩溃。但奇怪的是，股市却完全无视这个信号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超过 18%， 英伟达的市值更是接近5万亿美元了。一边是债市的血流成河，一边是股市的狂欢盛宴，这种极端的割裂在金融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。我先提醒你，这里最容易看错。很多人会说，债市跌是因为经济好，大家都把钱从债市拿出来去买股票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为什么全球经济数据都在走弱？美国的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8个月低于荣枯线，欧洲已经陷入了技术性衰退，中国的出口也在持续下滑。经济明明在降温，债市却在暴跌，股市却在暴涨，这根本说不通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长端国债收益率的集体飙升？我把它总结为3个层层递进的驱动力，从短期扰动到长期趋势，再到最核心的致命伤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是地缘冲突正在重新定义全球能源价格。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，全球石油运输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。国际油价已经从年初的70美元一桶涨到了现在的95美元以上，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高了全球的通货膨胀水平。
而美联储原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降息，现在这个节奏已经被完全打乱。你如果只看这个数字，很容易被带偏。很多人以为石油涨价只是暂时的，只要地缘冲突缓和就会回落，但实际上逆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让全球能源供应链变得极其脆弱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油价的大幅波动，而高油价就是高通胀的温床。只要油价维持在$90以上，美联储就不可能轻易降息。第二个原因，也是更长期的趋势，是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。过去40年，我们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低成本红利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、中东的廉价石油、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，共同压低了全球的商品价格和利率水平。那时候，央行可以把利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，大家借钱很便宜，买房买车很容易，企业融资也很方便。但现在逆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，各国都在搞产业链回流，搞贸易保护主义。同时，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，劳动力人口减少，消费需求下降，储蓄率降低。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意味着过去40年的便宜钱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我经常说，很多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过去40年的特殊情况当成了永恒的规律。他们习惯了低利率，习惯了央行放水救市，所以总觉得这次也会一样。但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过去40年的低利率是建立在全球化和人口红利的基础上的，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已经消失了，利率自然会回到它应该有的水平。过去40年的低利率时代，就像街边上有免费的饮用水，大家渴了就去接，不用花钱，也不用考虑节约。但现在免费的水没有了，你要喝水就得花钱买，而且水的价格会越来越贵。这就是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。很多人还没有适应这个变化，还在按照过去的逻辑投资，这就是最大的风险。第三个原因，也是最致命的一个，美国的债务黑洞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。现在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，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122%。仅仅是每年的利息支出就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，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花出去4块钱，就有1块钱是用来还利息的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国的债务还在以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，因为美国政府每年都有巨额的财政赤字，只能靠发行新的国债来弥补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借新还旧的死循环。美国政府必须不断发行新的国债来偿还旧的国债和利息。但如果没有人愿意买新的国债，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。而现在，过去那些愿意买美债的核心买家都在集体抛售。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，今年4月份，外国投资者单月抛售了1384亿美元的美债。中国、日本、英国这些曾经的美债最大持有国都在持续减持。中国的美债持仓已经从最高的1.3万亿美元降到了现在的不到8000亿美元。日本也在过去1年里减持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债。我在这里说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，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债务陷阱，它既不能停止发债，也不能提高利率，更不能违约。停止发债，政府就会关门；提高利率，利息支出就会把政府压垮；违约，美元的信用就会彻底破产。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。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%，就是市场在用脚投票告诉美国政府，你的信用已经不值钱了，我们不再相信你能按时还本付息，所以我们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风险。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这么想的时候，美债的抛售就会变成一场踩踏。讲到这里，真正的死局就出现了。美联储现在面临着2个选择，但无论选哪一个，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。如果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继续加息，那么借贷成本会进一步上升，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变高，很多中小企业会破产，普通人的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利息会暴涨，消费能力会大幅下降，实体经济会陷入严重的衰退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会进一步增加，现在利息已经占了财政支出的1/4。如果利率再涨1个百分点，利息支出就会占到财政支出的1/3。到时候，美国政府可能会直接因为还不起利息而破产。那第2个选择呢？降息。如果美联储现在就开始降息，那么通胀会彻底失控，美元的信用会受到严重打击，外国投资者会更加疯狂地抛售美债和美元资产。到时候，不仅债市会崩盘，股市也会跟着一起暴跌。
这就是所谓的股债双杀。很多人会说，上世纪70年代保罗·沃克尔不就是通过大幅加息控制了通胀吗？为什么现在不行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时代不一样了。沃克尔当年加息的时候，美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只有35%左右，而现在是122%。当年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不到10%，而现在是25%。沃克尔当年可以承受高利率带来的痛苦，因为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很轻，但现在的美国政府根本承受不起，只要利率再涨一点，政府就会破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联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他现在不是在选哪个更好，而是在选哪个死得更慢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股市却还在疯狂炒作 AI。你去看现在的纳斯达克，估值已经回到了2021年泡沫顶峰的水平，很多 AI 概念股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，甚至根本没有盈利。而与此同时，30年期美债的无风险收益率已经达到了5%，这意味着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把钱买成美债，每年就能稳稳拿到5%的收益。而你去买那些 AI 概念股，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波动风险，每年的股息还不到1%，这种风险收益比的严重失衡，在金融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。我更关心的不是 AI 未来会不会改变世界，而是市场现在给 AI 的定价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增长。当无风险收益率达到5%的时候，任何高风险资产的估值都应该被重估，但现在的股市完全无视这个最基本的金融规律。如果你觉得这种拆解市场的方式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逻辑冷静。我会持续追踪美债收益率的变化、美联储的政策动向以及 AI 产业链的真实数据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，聪明钱正在悄悄撤离股市，而傻钱还在疯狂涌入。根据高盛的报告，今年以来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已经累计减持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科技股，而散户投资者则是净买入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科技股。特别是英伟达，散户的持仓比例已经超过了机构，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？2021年加密货币泡沫顶峰的时候，也是机构在跑路，散户在接盘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峰的时候，同样是这样，机构总是在狂欢的时候悄悄离场，而散户总是在最疯狂的时候冲进来接盘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但总有人觉得这次不一样。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，第一反应不是兴奋，而是警惕。当散户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泡沫即将破裂的时候。因为散户没有信息优势，没有风险控制能力，只能跟着情绪走。他们会在上涨的时候疯狂买入，在下跌的时候疯狂卖出，最终成为市场的牺牲品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我们普通人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不会给你任何具体的买卖建议，但我可以分享几个我自己的投资原则，希望能帮你在这个动荡的市场里保住本金。第一，重视信号，敬畏市场。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。当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%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，你首先要做的不是继续加仓，而是停下来重新评估自己的持仓。在这个市场里，不亏钱永远比赚钱更重要。很多人就是因为太贪，总想赚最后一个铜板，结果把之前赚的钱全部亏了回去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他们在牛市里赚了很多钱，觉得自己是股神，然后不断加仓，甚至加杠杆。结果熊市一来，不仅把赚的钱亏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所以当市场出现危险信号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想到风险，而不是机会。第二，抛弃降息必大涨的线性思维。很多人现在还在等着美联储降息，觉得一降息股市就会大涨，但我要提醒你，这次降息和以前不一样。如果美联储是因为经济衰退而被迫降息，那么股市不仅不会涨，反而会跌得更惨。因为降息意味着企业的盈利会大幅下滑，经济会陷入萧条。历史上，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始后的前6个月，股市通常都是下跌的。只有当降息是因为经济过热，而不是因为经济衰退的时候，股市才会上涨。而现在，美联储很可能是因为经济衰退而被迫降息。第三，配置能抵御长期通胀的资产，降低高波动题材资产的比例。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环境下，那些没有盈利、靠讲故事支撑的题材股会最先被市场抛弃。
你应该把更多的资金配置到那些有稳定现金流、有真实需求、能够抵御通胀的资产上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大的方向，具体怎么配置，还要根据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来决定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没有一种投资策略适合所有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要盲目跟风。如果你认可这种理性审慎的投资理念，欢迎订阅逻辑冷静。我不会给你喊单，也不会给你画饼，只会用最真实的数据和最严谨的逻辑帮你看懂市场的本质。在这里，你不会听到一夜暴富的神话，但你会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市场里保护好自己的财富。美股科技板块和美债借新还旧，哪一个会先爆雷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5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向。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。以上内容只用于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每个人的资金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周期都不一样。真正做决定之前，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和判断。